你不要吟叫这个，你不要有叫声啊！当然我要讲个话，干嘛叫啊？很紧张哎。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很年轻，当设计师好像就很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年轻设计师会遇到的困难与障碍。嗨，大家好，我是志远，小贺 ，Baby， 老王 ，Daddy， 王毅，艾伦，Tommy。好，今天超级多人。好，这是一个没有频道，如果还没订阅的话可以订阅一下，如果还没追踪的话可以追踪我们这里全部人的 IG。耶，8个人很多，8个人 IG， 如果你追踪的晚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就是我8个人都有追踪，谢谢。好，因为就是真的太多人会觉得我们很年轻当设计师，那我跟艾伦算是这里比较资深，那其他都还很年轻，超级。你有听过人家说啊，你们很年轻就找到自己要的工作，很好，但是其实我觉得年轻设计师也是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像我自己就有遇过，就是我要去帮那个客人剪头发，那时候我可能是20岁，我也忘了，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年轻的时候自己都会穿的长得比较轻浮一点，然后我们就到客人旁边的时候，就说，你今天要剪怎样？我真的有遇过那客人就跟我说，是你要帮我剪头发吗？我说，对啊，然后他就会一直在问你说，是你哦，你会帮我剪怎样？就是他就会一直有一种好像你很年轻，然后就有一种看不起你啦。那个算看不起吗？或者是不放心，对，不放心，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还蛮差的，但是我又能理解，可能我那时候真的是长得太屁了，是不是？我头发打太薄了，还是？但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会有遇到这种障碍，而且这个障碍其实要克服很久。其实像我就不会有你那种什么轻浮感，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长得这么老，就是一副老脸。你以前就留胡子哦？对，然后我也在20岁的时候就当设计师。你知道10几年前设计师最流行就是要穿西装外套，你知道吗？那时候是不是刚当设计师，大家都会告诉你，说什么男生设计师要穿西装外套？对。好，我就买了，然后我就穿了。可是你知道刚当设计师的时候，因为你一定会想要去看资深设计师什么，不管他大你几岁，反正他就是资深设计师。然后我就是穿着我的西装外套，但我又不能站他旁边，所以我一定要远站很远。然后我就站很远偷看那个设计师剪头发。你只是在学？对，我其实只是在学，因为我不会剪啊。结果后来那个设计师就跑来跟我说：“你以后不要站那边看。”我想说：“是怎样？”他说：“我的客人跟我说，为什么你们老板要一直在那边看我剪头发？”长太老了，我只是技术不好，我想要学习，想不到造成其他设计师的困扰，所以我以后就是站更远这样。站更远。对，因为我一直以来脸都是那么老，所以我不会有像你那种被看起来太年轻的问题。那时候才19岁，刚生2个月，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升上设计师的。然后有一个客人，他就从网络上预约，然后来找我。他看到我第一瞬间，你看起来很年轻你几岁啊？你真的会剪吗？然后我就谎报了一个，我忘记我讲几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会，请他拿照片给我看。他要的就是一个齐短发，我说 OK。我要下刀之前，他要再问一次说，你要再看一次吗？你真的会剪吗？你真的有学得很熟练吗？然后我就齐的而已，也这样。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已经高中就会了，我就是手心都是汗的。然后我就又假装没事，拿着他的手机说：“这个呢，就是这样，我就跟他解释那个发型就是那么简单，可以做出来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第3round 我要下刀的时候，他要再问我一次，然后就超烦。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剪好的话，我有很多朋友，然后我也知道你们公司的负责人是谁，我会去投诉你。”兄弟，我觉得他这种客人最可怕的是那种。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还会有一种很资深的客人，会一直强调我之前是给谁剪的。有，对，因为他们就会一直觉得他给一个很年轻人剪，然后就说我之前都在东区给谁。最常人做的就是台北啦。对，大家真的不是要站南北，但真的有遇到很。高雄设计师听到最火的一句话，不是你剪的不好，是我上次在台北剪。气死我！这个上次在韩国用头发。你有遇过这种？国外。我有时候都在想说，那你那么喜欢，你就给我飞回去。真的，因为就是这个强调在压制我们。我之前还有遇过说，我之前是给那个侯佩岑的设计师剪。我想说，侯佩岑不就正常的头发？像我之前在教课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们那一间有很多设计师都是比较偏资深的。对，那时候那个资深的设计师他就说：“妹妹，你卷是都在乱卷吗？”我觉得去教课很容易这样，有那种资深设计师。对，他是用那种上下眼神先瞥我一眼。不过那是零电包班，对不对？
对，他是去沙龙。他们公司花钱请你去，他还质疑你，他是干嘛？不是因为很多设计师去上课，他不是真的学，他是在挑战你。哦，他只是想呛你而已。其实我有遇过，因为那时候遇过，就是很多设计师有年轻，然后也有资深一点，就只有很年轻的会认真听课，然后资深一点设计师就是完全就是滑手机不理你。因为他就觉得你年轻人啊。对啊。对。他烫完有说怎样吗？没有，他烫完他就是第一个抢来前面，然后一直拍照，然后一直。重点是他还问我说：“你以后要不要来我们店上班？”真的假的？所以是不是有一种小小打脸他的感觉？优越感，就有点开心。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资深设计师要这么嚣张哎，年轻实在是不一定技术比较差。像我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像我就是刺青比较多，然后之前还有扩，然后一个女儿就是带她妈妈来预约用头发，然后妈妈一来坐下来，然后看到我，是你要帮我用头发？我说对啊。她说你这样全身刺青这样子。我好像没办法接受，然后他就当下取消预约，太瞎了吧！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有点错。后来那一阵子，我想说，我想要制造一种阳光的感觉在，要亲和一点，所以你才会去冲浪，然后玩耍的，对不对？想要制造阳光的感觉。可是好像是啊，刺青是让人家会觉得比较害怕，比较凶吧，比较凶，距离感，通常都要讲话他才不会。对对对，因为人家就说他好凶，很凶很凶。我比较娇小嘛，我比较就矮一点，然后脸就比较不会那么成熟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刚当设计师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要刻意让我自己扮得比较成熟，然后谎报年龄，因为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客人看你觉得好像太年轻，会觉得你技术可能没有那么成熟等等，就是自己会有点没自信，所以我那时候刚当设计师，我是有点谎报年龄，然后都可能故意扮得很成熟的感觉。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那种客人就这样，就是他已经预约你了，然后他又觉得你太年轻。会啊，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对啊，啊，可是他就是他明明就是看到那个你的作品，他就是喜欢你的作品才来。对啊，然后结果来的时候又怀疑人家太年轻。你们不就是去老的地方变太老的吗？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年轻的设计师，但是我还是得说，如果这个客人你想要用一个年轻一点的发型，最快的方式就是找年轻人。风格。对啊，这是风格，就是比如说你给我用头发，我30几岁嘛，你就说你想要剪年轻一点，我就会剪一个看起来还是30岁，但是看起来是年轻的30岁。你懂吧？30几岁的人认为的年轻，跟真正年轻人认为的年轻不一样。对，这个差很多。一个长辈告诉我一句话：年纪不代表经历，经历不代表实力。你们有没有道理？对啦，我觉得就是这样啦。所以不要觉得年轻设计师就怎么样。我觉得，但当然也不是说老设计师就老设计师有老设计师的优点啊。老设计师有沉稳的啊。当然我们会做成熟发型的。我们也是会继续学习，好不好？我们会做时髦质感的啦。但就是我觉得是那个喜好，你知道，这个不是说我们老或他们年轻就怎样，就是那个年龄层就是有差。你光听了音乐都知道了，店里面的音乐有差。对啊，店里面的音乐都会知道了。阶段我是在助理的时候，有一天帮客人服务到一半，在帮他吹头发，就是吹到一半，他突然甩我水杯从我身上甩过来，吓死！甩你水杯可以告他了吧？我自己吓到说哇，干嘛突然甩我水杯？然后那个客人他很激动哦，跟我说我不想要让助理来碰我头发，可以现在马上叫你们设计师过来嘛？我心里想说，哇，这个客人怎么那么强？然后结果当下是不敢怎样，因为我吓到，第一次被客人这样对待，我就马上去跟帮那位客人服务的设计师讲，然后他也吓到，就赶快来处理这位客人。因为这件事情过后，我往后来跟我特助在教育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是不是你教他们说，以后客人如果拿水杯起来喝水，你就习惯性先往后退，比较不会被泼到，就倒退2步。太可怕了啦，你那个客人。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对客人可以坚定一点啦，因为技术就是技术啊。对啊，你质疑我啊，就是我帮你用嘛。张惠妹不是15岁就出道了吗？真的，对吧？你看人家也是歌后啊，就是很年轻做这件事，不代表他不专业吧？他就是这么小就学，不是应该更专业吗？对啊，我们学超久，对不对？你们想一想，就是我们不是都是年纪很小学，从小学到对啊，所以才会觉得很专业，对不对？你看14岁学到24岁，24岁跟24岁学到34岁一样的时间是10年。对，其实我们学程是一样的。像我的经历跟 Eddie 还有小贺比较像，遇到年纪比较大的客人，一样喜欢你的作品来找你用，但是会觉得到了现场之后，我记得那个客人大概40-50岁，他是男生，他要找我烫头发，烫的过程跟咨询的
这个过程里面，他问了很多发型上的问题，然后那个感觉就是让我觉得说，好像我没办法做出他想要的感觉。他在考你，对他就是这种考试的人超多，而且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每拉起一片发片，他就跟着我眼睛，跟着我的手一起往上看，每一步都在看我。这种看的，其实你可以故意只给他这样交错，他就会斗鸡眼。没想到，对，就觉得好像我每一步做的事情都被他放大。那烫完头发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好像有烫出他心目中喜欢的发型，他也跟我要了整影片，我帮他拍了照片。他预约了我，但是又会觉得我帮他服务看起来好像太年轻，他会怀疑我。没有，我觉得这种人就是爱跟人家考试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我之前都是剪比较英式的。我就遇过的，我真的，我之前遇过。怎样？我又要讲了，我曾经真的，这是真的。我帮他剪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有点紧张。他说我以前就在东区的叉叉店，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东区就是坦白讲，顶尖发廊真的很多，真的，我们也会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发廊都在那边。那他们客人都真的会强调我在东区的叉叉店，然后还说我之前剪的都是比较英式的，然后我说哦，那英式的是怎样？他说那你呢？你是剪哪一种的？他就一直问我，我说我哪知道我剪哪一种啊？是你要哪一种吧？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之前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对啊，但是我还是得说啦，你离开了原本的沙龙，就是原本还不够喜欢嘛。一定有你离开的原因。对，就是有可能发型不喜欢，有可能是因为距离。想换风格。对，想换风格，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离开那个发廊，一定有一个理由。也有可能是因为距离太远，那你既然换的话，你就是得接受新的开始。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给艾伦用，然后我换给赫尔用的时候，我就是要接受赫的风格。对，我就要接受新的样子。OK， 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真实的经历，我们真的没有要站南北，但是你知道高雄发型师就是会一直遇到台北的事情。没错。对，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挑战，那我们也觉得就是全台湾有非常多的大师，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都还蛮顺利的，我觉得这个年代也越来越好了。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比较严重，你们这个年代比较还好，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的发型师确实都还蛮优秀的，大家也比较不会因为年轻，人家现在只会觉得你们年轻有为了。对不对？就觉得哦，你们很年轻就很厉害，希望自己也可以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最后，我们这边年轻的发型师都已经推出线上课程了，无论你是资深的还是资浅的，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如果你已经到这么老了。像我也有课程，对，这么好，对。如果你已经是资深发型师的话，那你真的很不好意思去上课。你其实也可以买一个线上课程，然后自己看一下。那如果你是很年轻的人，你会觉得有些学费很贵，因为我觉得很年轻的时候你会想上课，但是学费又真的很贵。你也可以去买那个线上课程，因为线上课程真的是比较便宜，又可以反复的看。那这边大家都有推出线上课程，那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们油卡官方的 IG， 在 IG 的精选动态还是限动态，我们都会发布，你去找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们线上的课程。那上面有大家各自的专业，不管你要烫卷的啊，还是拍照啊，还是造型啊、刘海啊，烫女生什么都有啦。真的一定要告诉你，真的是年轻不代表什么。年纪不代表经历啦，就算很年轻，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就像赫说的，14岁到24岁跟24岁到34岁一样，都是10年。没错。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下次影片见，拜拜。